你的回答呢？我不知道。谢谢你的回答，我知道了。动力不错，包括语气、神态。你觉得有什么需要添加的吗？只要再加点他的表情动作都可以。这是我觉得可以。这个都是带起来的，对吧？这个前面这个才会有带着这个后面一系列的都有反应。耳朵啊，待会儿要录下一场了，有事吗？啊，徐老师，我觉得剧本有点问题，思前想后，还是想来跟您讨论一下。给我看看。你先坐下。是不是哪个地方印错了？哦，不是，是最后一段分别的这场戏，我觉得台词有点突兀。啊，您看啊，您看这儿。恋人要走了，我是哽咽着，但是我在情绪波动这么大的情况下，一口流利的说出那么多煽情的台词，这明显是不合情理的。而且之前也铺垫了很多了，观众们也知道他们的感情很深厚了。我有个想法，徐老师，我们做一点小小的调整，就是把这段台词先简单化，然后把后面的重点放在克制但是又悲伤的别走2个字上。你觉得这样？耳朵啊，你说的都有道理，但是文本的创作是交给编剧的，我们这边不能随便改动，而且还有可能牵扯到对口型的问题。徐老师，要不然我们这样吧，我尝试一下，如果你觉得效果不理想，我们再按照原剧本来。工作时间是不能拿来训练的，如果是每个人都对剧本提出这样和那样的问题，那我们的工作还怎么推进呢？可是徐老师，别再可是了，就这样了。怎么了？愁眉苦脸的，一副跟自己过不去的样子。没什么。明明就有什么，你不说，我反而更想听了。来，说吧。没什么，就是今天跟录音老师提出了一点对剧本的问题，老师都同意，但是并不采纳。所以你们吵起来了吗？啊？当然没有，只是最后还是按原剧本录了。那不算糟啊。结果怎么样？就是说不上来的感觉，心里有点难受。其实我可以理解那个老师，你知道的，在棚内录音都是要成本的，不管是时间跟金钱都是。如果因为一个人的原因而耽误所有人的时间的话，这个老师是要负责任的。换句话说，每个人的立场都不一样。你之所以这么认真，是因为你把配音当成一个梦想，所以你想要尽善尽美。而对这个老师而言，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啊。他只要能按时完成，
就好了。他真的不必要为了你去浪费时间或者去冒险。生活中啊，有很多人是这样的。那这样的人多，是好事吗？就因为像你这样的人少，所以才可贵。听懂了吗？你是在夸我吗？总而言之，为了梦想保持热血，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，是很好的。不过，要把握平衡，知道了吗？嗯，我知道。这次有一部中日合作的动漫电影《新西游记》，过几天有一个中方配音演员的面试。这部电影可是个大制作，所以关于配音方面是面向全国面试的。有意向的都把你们的资料整理好后交给我，不要认为自己得不到主要角色就不想去。这种多方合作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。想去试试的，明天把材料送上来。就这样了。新《西游记》又是炒冷饭的作品。中国4大名著在日本最为人所知的就是《三国》和《西游记》。《三国》就不用多说了，各种动漫和游戏，日本鸟山明大师也以《西游记》为蓝本，创作了他的里程碑漫画《七龙珠》。可是我觉得保险起见，还是选《西游记》比较好，毕竟9981难。每一难都能写一本书呢，而且我还挺期待这一版的。哎，墨玉姐，我记得你之前是不是跟日本有合作呀？要不你给我们讲讲吧？是啊是啊，我也想听。好，那我给你们讲讲。你看你儿子跟你这个儿媳妇天天都来，忙前忙后的也不抱怨。你现在啊，就等着享福吧，好好把身体养好。过不了多长时间，你就抱孙子、抱孙女儿。哎呀，借你吉言，谢谢静姐，你也是，你也是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哎，进来。阿姨。哎。出院手续已经办好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啊，好好好。哎呀，那我就先走了啊！祝你早日康复啊！哎呦，你这个女婿是又孝顺，是又能干啊！你误会了，他不是我女婿，他是我女儿的朋友。朋友，好，哎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可以自己来，可以的，好嘞，好，看一下咱东西都拿齐了哈，好，那我们就走了哈，啊，拜拜。哎呀，慢点，慢点。那个小叶，谢谢你了哈，我这个院出的有点急。本来呢，我是让耳朵来接我的，谁知道他临时有事儿，你看这又麻烦你来了，不好意思啊。阿姨，您客气了。您脚踝受伤，一个人住不方便，不应该这么着急出院的。哎呀，其实我都没事儿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也知道我女儿孝顺，但是你知道那天我一下子看到了那个住院单，我的天哪，好贵啊！你知道，我可不能再花我女儿的钱了。再说了，我全面检查也做了，这个脚踝呢也没啥大事儿了。回家好好养着呗，我跟我那帮老姐妹儿聊聊天、喝喝茶、打打牌，很快就养好的。哦，不过还是谢谢你啊，谢谢你送我回家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我可以的。身体健康还是最重要的。啊，没事没事啊，谢谢。哎，好的好的，先把它搁进去。哎，好嘞，好，谢谢谢谢，我可以，谢谢谢谢。对了，阿姨，刚才忘了跟您说，耳朵觉得您脚踝受伤，一个人生活还是挺不方便的。您回家之后一定会有很多邻居来找您，所以怕你受打扰，还是先住到我家比较方便。啊，去你家住几天啊？我住的地方离他上课上班都很方便，到时候等您好了再一起送您回去。
这是耳朵安排的？嗯。哎，这孩子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？这再说了，哎，那个小叶，你家能住开吗？可以的，你就放心住下吧。到时候你想什么时候回去，就什么时候送你回去。哦。哎。来，阿姨，小心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是跟你父母住一块儿不方便吗？我还是回家吧。阿姨啊，你放心，我父母不住这儿。你父母不住这儿，就你自己住这儿啊？进去吧。哎呀，天哪，你这家也太大了吧！你，天哪，哇塞，这大落地窗啊！哎呀，看外边还游泳池啊！我天哪，哎，太凉畅了。哎，耳朵，喂，喂，妈，是薇把你送到家了吧？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在小木匠家。啊？送到他家了？不是，你等着我马上回来啊。嘿，这孩子，你给我挂了呢！你这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哎，这啥呀？这么一大罐啤酒，这挺能喝呀！哦，哎，嘿，妈你在哪儿呢？啊，在这儿，哎，我在这儿客厅。薇薇呢？哎，你就给我坐下。哎，你这孩子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打我干嘛呀？这个小木匠。这个小叶，他这么有钱，你怎么不告诉你妈呀？不是妈，叶淑薇呢？哦，叶淑薇，叶淑薇把我领来以后，带我参观了一下，告诉我这是哪儿，那是哪儿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家装修太豪华了啊，外面还带个游泳池，就你俩在这住，多浪费呀！这要改成民宿，准比咱们家挣钱。是妈啊，叶淑薇，你见着她没有？哦，叶淑薇啊，哦，叶淑薇。他那个说他去工作了，工作？嗯，哎，闺女，是不是他那个就是制琴的那个地儿也特别大？我给他打个电话先，我打个电话。好，你打。这孩子还给我保密呢，你这。所以非常重要的是，我们在把纸板安装上去之前，我们要把洞。不好意思。喂，叶淑薇。我是耳朵，谢谢你一早就帮我去接我妈出院。不过你怎么把我妈接到你家来了？方便你照顾，也利于她疗伤。你不怕麻烦吗？不会，她来我们家只是多一个人，不麻烦，也是你照顾。那谢谢你啊。继续。啊，我？你应该是你继续说。啊，对，来，我们刚刚讲到哪儿？我跟老妈一起做了几个菜，回来一起吃吧。好的，我半小时到家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好了，来，开饭了。你
最爱喝的汤。啊，放你那吧，小心。勺啊，先搁这儿。你妈喝吗？来，我不喝，你先喝。您坐吧。哎，你坐。哎呀，这是你家，快坐，快坐吧。哦，好，吃饭了。哎，来来来，尝尝尝尝啊！谢谢。来，再来。妈，你自己吃自己的，不要给别人夹来夹去的，我们都够得着。就你事儿多。哎呀，你说现在赚钱真辛苦啊，当个木匠还这么累啊，还得熬夜加班呢。现在钱真是难赚。你看他瘦的呀，来来来来，吃块鱼去。我跟你说了，别老跟别人夹。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？你这，人家小叶在我住院期间对我照顾的是无微不至，啊，又把我接到他家里来养病。在这儿我不应该好。快吃吧，不吃凉了。啊，好。哎呀，来来来。谢谢谢谢。来。贝多芬，你现在怎么这么粘人啊？妈，吃饭啦！那少爷来了，吃早餐吧。你看上我妈了吗？他一早弄好早餐就出去了，说是要去转转，看看有没有民宿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哦，好吧。你是不是不想吃这些啊？我去给你拿面包片吧。哎，不用，这些就好，只是没有餐具。哦，等一下。谢谢。吃吧。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今晚没事哎，今晚又不用去录音棚，也不用去打工，也不需要去补课，今晚可以好好休息一晚。那一会儿给你一个地址，晚上7点的时候来找我，有关下期节目的事。玉总给你说了下期节目的安排了。玉生说下期节目要穿情侣装，我们去买2套，不会又笨又蠢的。别说哎，我们买情侣装也没有必要到这种地方来买，情侣装都很简单的。难道你是想要找 T 恤前面印着爱心那种很傻的情侣装吗？看看吧。请问2位需要帮忙吗？你好，请你帮他找几套合适的衣服。这位小姐很适合娇小甜美风的衣服，请问您是喜欢裙子还是裤子呢？都行。好的。这么多衣服都要试啊？不试试，不试怎么知道哪一套合适？
你确定？你还想要再换吗？不了不了，挺好。说贼不喜欢蓝色。什么？我说你眼光特别好，欣赏。这回是不是该给你选了？你说呢？终于轮到我来挑了，那你可得准备好了。走。太不公平了吧？怎么每件都这么合适？就这件吧，这也挺好的，你穿起来显得你特别年轻。绿色。挺好的，你看这绿帽子。我这个衣服吧，绿色可能显得有点太小了。不是，你的衣服是蓝色系的，你也应该给我选个蓝色系的衣服。你以前不是说我穿一身蓝色特别像那个被打翻的那个油漆桶吗？那以后咱们出去就2个油漆桶吗？哎，要不然你穿红色吧？红色？为什么？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呀，叫“自古红蓝出 CP”。好。就这个。累我了，搞什么呀？还以为穿情侣装就会来一点温馨的感觉，谁知道是去玩密室逃脱啊！给我吓死了。但是为什么其他情侣都没有穿情侣装，就我们2个穿情侣装？因为玉生是个骗子。是吗？不知道贝多芬饿了没？你这个当妈的怎么不去看一看？贝多芬，饿了没有呀？贝多芬。贝多芬。耳朵，妈妈回家了，这儿挺好的，只是呢，妈妈现在住着不太习惯，没有你那些阿姨啊，我们在一块儿打牌呀、说话开心。你们呢都忙，上电视也不能接电话，妈就没打给你。有空再回家看看啊。耳朵，妈之前反对你跟小叶，其实呢，妈主要是怕你被人骗了。现在看来呢，小叶那孩子挺好的，你要珍惜啊！2个人好好相处，开开心心的过日子。没事呢，带着小叶回家，妈给你们做好吃的，做你最喜欢吃的青菜、蔬菜。来啦！
哎，你这熊孩子怎么吓人呢？讨厌！这不是好久没见了吗？想你了。好，知道了。我说栗子，你也挺没良心的，也不知道联系我，是不是又在捣鼓什么坏事儿？哈哈，来坐着，边吃边喝边聊啊。啊，都是你喜欢的。招啊！我找到新的工作了。你这么厉害，找到新工作不新鲜啊？说说呗。简单来说呢，还是文化制作类的公司，不过从制作内容方面来讲，更偏向于人文文化类的纪实片。听着感觉都挺好的。哎，等等，来了！哟，小叶，哎，啊，我自己来的，顺路。哦，你自己来的？耳朵今天有事，我们就不在一起。来，快请。谢谢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家里有点乱，正打扫卫生呢。来，快坐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快坐。哎，快坐。谢谢阿姨。阿姨啊，耳朵他其实特别关心您的身体，他知道您自己舍不得买这些，他要是给您带来了，您又说他乱花钱，所以我就顺路给您送来了。哎呀，我自己的闺女我了解，其实啊，我闺女啊是特别懂事、特别心细的一个人，虽然偶尔有点嘴硬。说到这儿，我觉得我跟你真的是很有缘。我现在在拍一个纪录片，叫做《天才与小提琴》，就是要记录一位意大利的小提琴制作师，他是来参加国际小提琴制作大赛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家叶舒薇要不要参加这个比赛啊？如果要参加的话，他们可是竞争对手啊。我倒是没听他提起过什么小提琴国际制作大赛的，不过其实吧，我对他工作也不是很了解。哦，那贝尔多同学，那你跟我说说，在我没看着你的这段时间里，都发生了些什么呀？他能发生点什么呀？我每天录完音还得去打工，我打完工还得去参加节目，哎呦，可多事儿了，忙着呢，能还有什么呀？是吗？贝尔多同学，你有那么一丁点儿的变化，我都能看得出来，休想骗我。其实你俩现在在一块交往呢，我还是很放心的。我觉得呢，你是一个会照顾人的人，也不会让他吃苦的那么一个人。哦，还有啊，小燕，我觉得你是一个那么有本事的人，你肯定也会支持他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吧？阿姨啊，您说的我都听懂了啊，我绝对不会让他吃苦的，也会尊重他的选择。阿姨就知道你就是个这样的人。哎呀，阿姨愿意跟你聊天，沟通叫什么？叫无障碍，一说就懂。光坐着说去了，你等着啊，我给你切点水果。哎，阿姨，哎，别忙活了。哎呀，不忙活，很快。没事，很快，你别客气，很快的。快说！哎呦，现在变得这么硬气了。好，那大不了我直接去问叶舒薇好了呀。哎，这个不行啊。干嘛？哎，我说你栗子，你现在什么时候变那么八卦了啊？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你猜呀？你快点说，进展到哪一步了？阿姨，哎，您别切水果了，我等会儿还有事，马上就走了。怎么能让你走呢？我还想让你给耳朵打电话，晚上一起吃饭呢。真的不用了。不要客气啦，我买的这个橙子特别的甜。马上好啊！我再给你切个梨。阿姨，您这个菜板，我这个菜板啊，哎呀，这个菜板买的年数很久了，我也想不起在哪买的。哎，你看这边儿都裂了。
能给我看看吗？啊，你要看菜板啊？啊，好，稍等啊，我给你擦一下。那，谢谢。一个菜板有啥可看的？阿姨，这块木头是个上等木料，拿来当菜板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上等的木料，我看看，它会不会是古董啊？哎，小叶，你帮阿姨看看，这要真是个古董的话，那我就找人把它给卖了，正好家里缺钱。阿姨，这不是古董，不过确实是个上等木料。我最近在到处收集木头，想做一块比较不一样的小提琴。哦，这块木头虽然不大，而且到处都是刮痕，不过还可以用。哦，那这个值多少钱啊？阿姨，你就当把这块菜板卖给我了吧。卖给你啊？哦，好，那我给你洗一下啊。好，谢谢阿姨。哎，你坐，我这就给你包起来啊。不吃能尝两份不吃。来，这样好拿，来给。哎呀，对，这样好拿。阿姨啊，把您的卡号给我吧，待会儿我就打给你。哦，好。哎呀，给我的卡哦，拍一下。好了。阿姨，哎，我有点事，我先走了，款待会儿就会打给您，记得收款。哦，好，下次见。好，下次见，常来哈。好。哎呀妈呀，这是个宝贝呀，这。叶帅，你今天回来这么早，一起吃饭？好。菜板怎么看着这么像我家的菜板？就是你家的。我家菜板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今天办事顺便在你家附近，就顺便去看了一下阿姨。她说你用这个菜板比较顺手，我就给你带回来了。反正你用我的也不习惯。真的假的？菜板是真的。你好，医生们。Hello， 闪丽小姐。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 too， 很高兴认识你。啊，你会说中文啊？当然啊，我有很多中国朋友。哇，太棒了！那你这次中国之行肯定会很愉快的。我很期待。怎么了？刚才群里节目组的编导发了个消息，说给我们组分配了拉票宣传片的剧本。我一看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是古装片呢。我从来都没有穿过古装的。我也是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就经常拿着那个床单当古装披在头上。所以说呀，每个少女心中都是有个古装梦的。你穿古装应该也好看，一定是那种鲜花怒马少年郎的感觉。医生跟我说，这一次的拉票对最后一期的人气票选很重要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准备。谢谢你啊，叶帅，帮了我这么多。谢谢我吗？那你是不是要有一点表示啊？我觉得我最好的表现就是好好完成宣传片，拿到奖金。你放心吧，不会白让你辛苦。
耳朵，你怎么不再练练啊？该准备的都准备了，要是抱佛脚也没用啊。有，胸有成竹啊。平常心，平常心。哎，耳朵，你是哪个角色啊？红孩儿啊，怎么了？太好了，我也是哎。那你是哪个组啊？第9组。耳朵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就是我抽的场次太靠前了，我好紧张，能不能跟你换个位置？也行啊，谢谢你耳朵，我知道你最好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面试紧张嘛，可以理解。你快看看你是第几组？有什么好看的？快点儿！好好发挥。呆子，鼓励人都那么冷漠。加油，你是最胖的。你是想气死我啊！叶先生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带你过去吧。请。Hello， 朋友们，下午好。今天露露来到了备受期待的动漫《新西游记》声优的选拔现场。听说呢，这一次声优的选拔汇集了业内很多优秀的配音老师。露露作为一个动漫迷，也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见证一部优秀作品的诞生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背后已经有很多的面试者在等待喽。来，跟大家打个招呼 ，Hello，Hello， 来这边 ，Hello，Hello。一会儿呢，露露就会采访这些声优们面试后的感受，请大家多多关注哦。请第一组面试人员进来。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的选拔。作为第一组，是不是有点紧张啊？放松一下你们的心态，就把这次当作是一次普通的配音工作。首先，我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这部电影的导演。我的左边是我们的音乐总监艾伦，我们之间互相沟通一下啊。不喜欢说怎么做才能掩饰着难过，没怀疑过每一刻忠于内心的选择，从来只享受沉默的我，才懂缺少了什么，听见内心深处走出的不舍。轻轻经过，怎么做才能牵住这一侧？深深记得每一次脆弱时候陪着我，朝夕相伴的时光掠过，这个世界只剩我。仔细听遍海风中你的轮廓，这首歌描述我
内心中你是多么独特，在此刻盘旋着，所有星光环绕着耳朵，指尖旋转的曲折，琴弦上缓缓唱着，慢慢附和不变的执着。这首歌提醒我，你是我一直决定的选择，每一刻欢迎念着，所有一起经过的快乐，就像心跳的频率，多少故事隐藏着，你的声音里有最动听的，我的情节里有最动听的，发生在此刻。